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海底大战争。每关开始之前，会用雷达扫描一下本关 BOSS 的剪影。水下有非常多的鲨鱼和鲸鱼。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开头的海底大战争这几个字是日版的开头，那实际的游戏流程我是用世界版来玩的，二者的关卡的设置还是不大一样的，感觉世界版要更长一些。游戏的题材非常特殊，咱们操作的是一个潜艇。游戏的系统方面呢，武器分两种，一种是向前发射的普通鱼雷，另外一种是深海鱼雷。但是发射深海鱼雷的时候，咱们会同时发射导弹。这个导弹有几种，首先就是默认的了，另外还可以吃到 A 弹和 M 弹。A 弹就是咱们现在用的，它可以漂浮起来，并且可以浮在水面上。M 弹的话数量比较多，如果你在水面发射的话，它会变成跟踪的，可以有效打击水面以上的敌人。所以说 A 弹和 M 弹的使用的场景还是不大一样的，需要玩家根据战场上的变化来选择 A 弹还是 M 弹。普通的鱼雷就是向前发射的这个，它呢有4种吧。除了系统默认的，还有红色的强力鱼雷，另外还有绿色的扩散弹以及蓝色的震动弹蓝色的震荡弹。每一种武器都会给大家演示的。敌方的这个黄色的雷打完了之后会扩散。要打 BOSS 了，这里我等一个红的武器，应该是吃3个长满级。刚刚的这个敌人呢，会把咱们冻住，但是冻住是不致命的，他也可以把敌人冻住。好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家附近的街机厅就有一款这个机台，所以说我还是很爱玩的。但是这款游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都遇到过。就是它的画面效果太过于火爆了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你挂掉了不知道怎么挂的。玩飞行射击游戏呢，一般哎呀，这个子弹我没躲开，挂了，那也就挂了。但玩这个游戏总是扑街的莫名其妙的。好的，第一个 BOSS 战，这个 BOSS 的攻击方式还是有限的。高手的话就是贴近了，用深海炸弹或者导弹来打。但是我的话呢，就赶紧后撤。好，这个 BOSS 的这个铁链比较狠，躲得要准一点。2形态的时候，场景会发生变化，会出现洋流，他发射的导弹都会被带回去攻击他自己。BOSS 已经要红了，好的，干掉，利用深海鱼雷把它干掉了。你看有洋流的话，咱们的潜艇开的都不稳。这个我经常开车，偶尔开飞机，但是潜艇还是第一次开呀。好的，第2关，第2关一看是2个 BOSS。这关给大家演示一下其他的武器吧。咱们现在是红色的强力鱼雷。后面争取捡一个绿色的。敌方这个潜艇太大了，这种潜艇我是操作不了。这个咱们现在这么点的贴图躲起来都很费劲。这游戏如果加入血槽系统就更容易了。导弹发射井，这种井的话要注意，它发射的导弹呢是打不碎的。但是你攻击它的头部的时候，它会减速；攻击尾部的时候会加速。当前面的这几个导弹留给你的空间不大够的时候，你就要通过攻击它们，来给自己腾出一定的空间来过去。
这个空还可以，能够肉眼看出来。后面还有呢，需要调整。这个桥已经塌了，在水下咱们还给拆了。A 弹的话，水面上的机枪需要咱们自己来操作方向，这个不如 M 弹好用。但是呢，据我体会 ，A 弹的水下输出应该比 M 弹要高，尤其打 BOSS 的时候。这个我等一波绿的吧。好，绿的是扩散弹，开水下的大楼。那不知道小伙伴们体没体会到，这款游戏有一点像合金弹头，有那个味道，应该是一个小组的作品。这个游戏呢，你最好玩的时候玩的稳一点啊，不要急，因为这个游戏速通的话，15分钟左右就能通关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慢一点打，20多分钟也差不多了。游戏想要玩好，就要对这个游戏的机制首先有一个了解。另外呢，版面，也就是背板。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对游戏的判定很熟悉。比如说这款游戏呢，咱们被攻击的判定就要小于咱们的潜艇的贴图，因为这个潜艇显着还是有点胖。你如果详细的了解自己被攻击判定的范围，那这个游戏就简单很多了。不用你整张贴图，你都去躲，都感觉能够被攻击到。像是两个机械的，这是章鱼吗？好，那个黄的挂了，让你搞成黄色。好，蓝的呢？一次性射出4枚跟踪导弹，这个要利用到深海鱼雷对付它。好的，都干掉了。这样第2关过关。游戏的流程是6关，咱们现在刚刚完成1/3啊。但是有的关卡呢比较短，有的比较长。有的小伙伴喜欢玩短的，有的喜欢长的。第3关一看是敌人的港口，有很多船都被咱们击沉了。但是这关的空间真的是小啊，我感觉刚刚那个飞机啊，我开着潜艇都能撞上。好了，这关用一会儿 M 弹，看这 M 弹啊，一次是4发，并且呢它有跟踪的效果，打这种水面的单位非常多的关卡就很好用了。我这些房子都能拆。游戏有的时候会拖慢，这个可以理解，场景真的过于火爆了。这2个轰炸机还是让一让吧，他们火力太猛了。我如果有 A 弹的话，我一定要把他们拆下来，但是我现在带的是 M 弹。好，桥上跳下来5个人，换成 A 弹了。看 A 弹就是这种机枪，敌方的这是推土战车，大楼上的玻璃全都碎掉了，干掉了。敌方的科技有点过于先进了，这个机器人竟然可以在水下行动。这里呢是拆这个桥，如果咱们不拆桥呢，打上面就有很多导弹落下来，导弹跟大鲨鱼一样。在这儿拆吧，可以拆完了呢，火车就开下去了。这里算是一个强制的版面吧，一场小的 BOSS 战。我换成了 A 弹，因为前面呢要打 BOSS。好，主鱼雷的话换成了绿色的扩散弹。A 弹的输出高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 M 弹如果发射出4发的话，有1发没有击中敌人，还在空中飞，那咱们是不能发射出下一发的。
但是 A 弹呢，它每次是发射一发，如果近距离击中 BOSS 之后，很容易可以发出下一发。啊，这个 BOSS 2种形态，现在是2形态。刚刚可以看见咱们把它很多的炮台拆下来了，然后呢，它还在进行组装，也就是说，咱们打的这个 BOSS 可能是一个半成品。2形态比1形态要简单一些，干掉了。那我之所以在这里换 A 弹也是有个原因的，就是 A 弹对自己的上方保护还是强于 M 弹的。可以了，第4关。哦，第4关的 BOSS 是一个生物，超级大，3头龙。到那的时候咱们再看吧。这关还是用 A 弹吧。主武器，等一波，好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震荡弹，它能够引起水流的变化。这种水的漩涡呢，可以把敌方的导弹，甚至敌方的机体卷进去，这个还是比较好的。被卷进去的导弹就没有攻击能力了。这个卷轴要向下，小心海底喷发的火山。BOSS 战的时候也有这个元素。这个 BOSS 应该是遇到的第一个强敌，非常讲究技巧。但是熟悉之后呢，也有一些有力的打法。一会儿给大家演示吧。反正我打的话，我就是那么打，我觉得比较容易。看起来场面感觉很困难，但实际上用那个打法呢不难。这里出现了一只黄带鱼，非常的大，夸张了，深海巨兽啊！这里如果你把第一只带鱼带下去的话，好，带到这个场景的话，那第2只有几率不出现的。速通的话有意义，不速通的话无所谓了，因为这个带鱼移动起来很慢，比较好打。好的，清干净了。稳一点，把这2个拆了。这里如果想快点打的话，就走屏幕的右下。好，勾引一波，然后再往前走，因为敌方会瞄准你的。给了4个，我吃哪个呀？我的天啊！小孩子才做选择呀，我全都要。好，吃了个绿的，准备打 BOSS 了。本关的难点其实是火山，3头龙的话就是一个喷火，另外2个头呢，好发射这种平行的子弹。这关的简单打法就是站在我这个位置，大概和龙头是这个距离，这样呢，你几乎不用理会火山喷出来的这些石头，你只需要躲这个龙的子弹就可以了。如果不在这个距离的话，还是比较难的。同时，咱们玩的时候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导弹一直按住，让它一直发射，对你的头部进行保护，这样就稳很多了。好的，过关了。另外呢，咱们所有武器火力全开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游戏会进入一个拖慢的节奏，这样躲起来呢更容易一点。3头龙干掉了啊！第5关，第5关是一个深海巨人，咱们骑着头，他竟然张嘴了，这个货开车比我快啊！这里要一直往上，否则的话呢，你会被这个巨人
追上的。刚刚这里我也是用了一个技巧，很长时间呢我没有发射深海导弹，留着保护自己的下面，因为咱们现在是往上走的。那刚刚下方有敌人向我发射导弹的时候，我才开启这个深海的炸弹。否则深海炸弹就4发，你如果都扔出去了，有导弹飞向你的时候，你对自己的下方是没有保护能力的。这个货追上来了，中间这根棍儿他都给弄下去了，快快快，咱们需要往上走。往上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这种磁性的鱼雷，你看它会向你进行吸附，而且爆炸范围还很大。这个鱼雷是本关的一个难点。好了，到这里了，咱们利用棚顶的巨石来砸它就可以了。这个巨石咱们是不能碰的啊，碰了就挂了。好，现在起势头射就可以了。哇，太抗砸了吧！可以打完。这关的流程不长。接下来就是最终关了。80多万分，这个游戏分也不少。好，第6关，敌人有反雷达装置，虽说没有扫到，但其实本关呢还有一场小 BOSS 战。打这个船一定要离得近一点，快速输出。这里我换了扩散弹。因为这关的敌人实在是比较多，尤其是前半段，后半段几乎就是只有一场 BOSS 战了。这关的难度也是有，但其实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呢？本关的 BOSS 战要打很长时间，每一个环节呢，你都说不上这个环节有多难。但是放到一起的话，你的精力很难能坚持下来。这5分钟、10分钟，始终保持一个高度的一个集中的状态。万一一溜号，这条命就没了。脚下踩的这个就是 BOSS 本体。咱们刚刚呢，把水闸打开了，让这个水位上升了，咱们才能上来。慢一点，稳一点。这里别着急往前走。那速通的大神肯定就冲出去了，贴着地底向前冲。但我还是习惯把这些威胁都解决了再往前走。好，这个地方就要利用到攻击导弹的不同部位来控制它的速度了。看这里不好往前走啊，前面还有鱼雷，还有敌方的潜艇，你应该把前面清了再往前走。好，干掉。终于找到一个缝儿。前方不远，小 BOSS 战。这个货还是好打的，咱们跟住它中间就可以了。另外呢，它的导弹会挡住咱们的导弹，所以说我这里没用强力的鱼雷，也没用震动弹，直接就用的扩散。扩散前面我应该会换掉。因为不远呢就是最终 BOSS 战了，最终 BOSS 就别和他玩什么技巧之类的，就是输出啊。然后打前面导弹的屁股，然后压制咱们现在所在这条线的导弹，这样能打出一个空档来，然后钻过去。
硬钻的话肯定会撞到的，这个缝太小了。好，最终 BOSS 来了。现在咱们还攻击不到他，一共有几个阶段。这场 BOSS 战时间还是比较长的，而且有一些细节，比如这里啊会给咱们留一个非常小的空间，但是呢，它还会扔这种紫色的鱼雷。这个鱼雷呢，咱们在这个空间的时候，一定要靠近这个空间的右上角，因为鱼雷是升上来的。你靠近右上的话呢，会给你一个时间，这个时间你的山海炸弹可以把鱼雷攻击掉。这都是细节呀。如果你靠近左上的话，那鱼雷已经升上来了，你的山海炸弹还没有触碰到它，自己的本体就会被攻击。好的，第一个形态。向外扔潜艇，咱们在这儿炸它就可以了。所以这里一定要用 A 弹 ，M 弹的话在这儿就没什么效率了。二形态就是扔这种红色的鱼雷，这红色的鱼雷呢非常的硬，这里就考验玩家对自己潜艇的被攻击判定的预判了。就是你的被攻击判定是小于你的贴图的，你要清楚自己多大的缝能钻进去，做到自己的尺寸，自己心里有数啊。好，干掉。3形态和1形态差不多，但是这次呢是发射大的导弹了，不是潜艇了。炸掉。4形态和2形态差不多，但是它发射的导弹更密了，这里躲起来就更困难一点。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先活下来，然后再输出。你只有活下来才有资格输出。大神玩这里的话，都是贴着骑着脸射呀。那我是没有这个水平的，我只能一边躲一边打了。好，干掉。最后一个形态，这个形态呢，你可以离着远一点躲，也可以上下这样躲。上下躲呢，就是没什么输出效率了，但是安全。离远了躲也可以躲过去。这里要打他的头了。打这个头，咱们其实可以贴得再近一点啊。但是我觉得还是留一个安全距离吧，已经打到这儿了，别在这儿翻车。好在这里的水流呢是向后的，所以咱们扔的山海炸弹啊，还有这种 A 弹都可以攻击到敌人。这就是离远了躲，子弹非常快，有点像魂斗罗的 S 弹。好在有空隙。又是这个阶段，趁着炸了他一波。我这个输出应该是不大够的，贴的不够近，越近呢越危险。虽然有效率，所以说还是留一点点空间。所有的子弹都发射，全弹发射啊，这样会有一点拖慢，给咱们留出更多的反应时间。BOSS 应该是已经红了。快了，快了！好的，干掉，这样就通关了。这款游戏当年玩过的小伙伴应该很多，但游戏的难度还是有一些的，可以和小伙伴一起配合。这个游戏是支持双打的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《海底大战争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